俄罗斯官方和媒体的态度就变得十分的强硬了，强调一定要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从目前来看，这个目标的内涵是什么呀？就是要占领乌克兰所有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既是乌克兰主要的工业区，又是说俄语的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一旦实现这个目标，乌克兰将变成一个完全的内陆的农业国，这是泽连斯基政府所无法接受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名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媒乌克兰局势报告，北顿涅茨克濒临崩溃。5月份以来呢，俄乌战争的进展速度就慢了下来，但是从西方媒体的反应呢，就能看得出来，乌克兰军队是节节败退。从早期欢呼乌军反攻胜利收复失土，到逐渐承认乌军损失惨重，顿巴斯地区每天阵亡200人。虽然俄罗斯军队的损失也比较大，但是炮火猛烈仍然在稳步的推进。从6月24号开始，西方媒体开始普遍报道乌克兰军方已经丧失了对北顿涅茨克的控制。在长达几周的激战之后，在当地时间6月25号，俄乌双方都表示，俄军与卢甘斯克武装已经完全控制了乌克兰东部的重镇北顿涅茨克。目前呢，乌军已经退守到与北顿涅茨克隔河相望的利西昌斯克，这是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最后的阵地。如果利西昌斯克也被俄军占领，那么俄罗斯就控制了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当然了，俄军还不到庆祝胜利的时候，因为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还有大片的领土被乌军控制。在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之间的顿涅茨河上有3座桥梁，目前呢仍然能够通行。不知道乌克兰军方会不会炸毁这些桥梁，以阻止俄军的进攻。但是俄军已经开始从佐罗特和托士基夫卡向利西昌斯克进军。乌克兰政府的卢甘斯克州长对西方的媒体说，乌克兰军队已经击退了俄军在利西昌斯克郊区的一些进攻，但这些显然是俄军的侦察部队，而不是主攻力量。据俄新社报道，卢甘斯克武装部队与俄军已经控制了利西昌斯克外围的一处工厂和矿山。路德社报道这是乌克兰方面1个多月以来在战场上经历的最大的挫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5号深夜发布的讲话中提及北顿涅茨克，誓言将夺回所有失去的城市。但是目前呢，俄军的火力是十分的猛烈，已经接近乌军火力投送的10倍。尽管乌克兰接收了大量的西方的火炮，但是起的作用并不大。美制的 M777 火炮和法国的凯撒卡车炮都被俄军大量的摧毁，甚至有被缴获的传闻。最近美国开始向乌克兰交付海马斯火箭炮，也有很多西方媒体和中国的乌粉把它吹成反击俄军的利器。但是一来数量太少，目前交付乌军的只有几台；二来它的性能其实还不如俄军的大口径火箭炮龙卷风，能起的作用不会很大。所以乌克兰军方夺回顿巴斯地区失去的城市的希望，我认为不大。从美国智库组织战争研究所绘制的战场形势地图上来看呢，顿涅茨克的大部分地区还是由乌军控制，但是由于乌军控制地区的北侧、东侧和南侧都是俄军控制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半包围圈。驻守顿涅茨克的乌军如果战术不得当，很容易被俄军包饺子，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俄乌战争的一个看点。正因为俄军取得了进展，攻势丝毫没有减弱，而乌军的人力和装备都已经被消耗的捉襟见肘了。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没有摧毁俄罗斯的经济，反倒是西方国家自身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最近西方国家的媒体和部分政客一改战争初期志在必胜的自信，开始担心俄乌战争长期化将让西方国家支撑不起，甚至开始吹风，让乌克兰以土地换和平。另一方面俄罗斯官方和媒体的态度就变得十分的强硬了，强调一定要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从目前来看，这个目标的内涵是什么呀？就是要占领乌克兰所有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既是乌克兰主要的工业区，又是说俄语的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一旦实现这个目标，乌克兰将变成一个完全的内陆的农业国，这是泽连斯基政府所无法接受的。因此乌克兰政府的态度目前也十分的强硬，表示
要战斗到底。但是没有实力的愤怒只能是自取其辱。当乌克兰实力耗尽的时候，除了愤怒也没有别的可剩下的了。好，这话题就说到这里。